今天啊，咱们来聊一个案子。这事儿吧，开头特简单，就是一个人在网上转了几个帖子，但谁也没想到啊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法律、自由还有权利边界的大讨论。1年8个月，你没听错，这就是一位叫陈京元的博士学者最后拿到的刑事判决。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呢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就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了些帖子，是不是听着有点不可思议？别急，咱们就来一点点的把这个案子拆开看看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故事的主角陈京元，一位博士研究员。有一天呢，警察突然就冲进了他在昆明的家，把他给带走了，还给他安上了一个挺严重的刑事罪名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居然只是因为他在网上的一些操作。那么官方这边是怎么说的呢？咱们来看看公诉机关到底是怎么描述他的罪行呢？根据官方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啊，整个逻辑链是这样的：陈京元用了翻墙软件，上了国外的社交媒体，然后呢，传播了所谓的虚假言论，结果就导致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，所以构成了寻衅滋事罪。一审法院就采纳了这个说法，判了他1年8个月。后来他上诉，结果2审法院给驳回了，维持原判。好了，听完了官方的说法，咱们再换个角度，看看陈博士自己是怎么依据法律一条条反驳这些指控的。说真的，这才是整个案子最核心也最有意思的法律交锋。在这之前，咱们得先了解一个关键的法律知识点，就是这个网络寻衅滋事罪啊，不是随便就能定的。法律规定，检方必须拿出证据，证明3个条件同时都满足才行。注意啊，是同时满足，缺一个，这个罪名都站不住脚。这张表就很清楚了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，关于虚假性，检方说他转的是假消息，但陈博士这边就反驳说，我转的很多是艺术作品，是个人评论，这些东西哪来的真假之分，对吧？更何况你检方也从来没证明过这些东西到底哪儿假了。第二，关于明知故意，检方说他是故意的，可陈博士说，我就是个做研究的，我存这些东西是为了当资料用，我有什么恶意传播的目的呢？最关键的是第3点，所谓严重混乱，陈博士的行为在现实里有造成任何影响吗？有谁因为看了他的帖子就上街了，或者社会就乱了？并没有，互动都少得可怜，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。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一些法律分析人士就指出，这个案子的整个司法过程看起来就像一个环环相扣的法律错误链条。你看这个链条是怎么形成的啊？第一步，检方起诉说造成了严重混乱，但是呢，一点证据都没给，完全是空口白说。然后第二步，1审法院不仅采纳了这个空洞的指控，甚至还自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逻辑来给他定罪。最后一步，到了2审，直接回避了辩方的核心观点，就把上诉给驳回了。整个流程就这么走完了。要说1审判决里最让人神经的就是这句话了。你听听这个逻辑，法庭居然说，因为你陈京元是博士，学历高，知识水平高，所以你就应该能辨别是非，所以你就构成了明知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这不就等于说一个人的身份和学识反而成了推断他有罪的理由吗？这在法律上叫身份性有罪推定，是非常危险的。然后咱们再看2审法院的裁定，又犯了另一个大错误，驳回上诉的理由是被告没有提交新证据。这一下就把举证责任给颠倒了。咱们都知道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，对吧？检方说你有罪就得拿出证据来，可现在倒好，变成了要求被告自己拿出新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，这不就把无罪推定这个现代司法的基石给彻底推翻了吗？所以你看，聊到这儿，你可能也感觉到了，这个案子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程序问题了，它实际上是把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根本的理念给推上了审判席。那咱们就顺着这个问题，从法律层面往更深的哲学层面再挖一挖。这里就得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概念，叫伤害原则，是哲学家米尔提出来的。简单说，
就是你的自由边界在哪儿，就在你不能伤害到别人的地方。只要你的行为没有对别人造成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伤害，那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你。所以你看，按照这个原则，一个人的想法，他说的话本身是不能算作伤害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位哲学家叫以赛亚·柏林，他把自由分成了2种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一种叫消极自由，就是免于被干涉的自由，说白了就是你别管我的自由，国家不能随便闯入我的个人空间。另一种呢叫积极自由，是去做什么的自由，就是我要去实现自我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听起来很好，对吧？但是柏林就警告说，这个积极自由啊，特别容易被扭曲。怎么扭曲呢？就是有人会打着为了你好，为了集体好的旗号，来强迫你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。好，理解了这个2个概念，你再回头看法院那个高学历的说法，是不是一下就明白了？法院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们认为一个理性的高学历公民应该怎么想、怎么做，你没有做到，所以你错了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把积极自由给扭曲了，变成了一种强制工具吗？这一些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核心观点，一个可以说是给整个事件定了性的一个说法。这句话说得非常犀利，也直指要害。您想想看，当一个学者仅因为转发帖子就被定了罪，当他的高学历反而成了有罪的推定，当所有的法律程序似乎都只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结论时，我们所面对的究竟还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追求正义的法律？或者说，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，变成了权力在贯彻自己意志时所使用的一套语法。这个问题可能比案件本身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。